阿姆罗厉害还是吉拉厉害？这个算得上是日经问题了。我几乎每天晚上直播时啊，都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其实一般情况下，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讲关公战秦琼的事儿，除非啊我要水视频。但吉拉和阿姆罗的强度问题啊，还真是有点说头。今天就让我们稍微聊聊这个话题吧。首先呢，这两个角色就非常有代表性。阿姆罗是 UC 系的核心人物，论在剧中对联邦的影响力，估计啊只有林有德能压他一头了。论剧外对观众的影响力，那也只有老对手夏亚能跟他掰掰手腕。话说回来啊，光是林有德、阿姆罗和夏亚三个人就贡献了 UC 宇宙几乎60%以上的知名梗吧。再加上前一阵呢，阿姆罗的声优古武彻又整了一个大活，在柯南圈那边啊可以说是差评如潮，在高达圈这边呢却是符合人设，大家纷纷成为乐子人。呼吁新人声优苍月生重出江湖的呼声也是不绝于耳，李疯子恐成最大赢家。而另一边的吉拉呢，则是新一代高达粉丝代言人，高达 C 的扩圈带来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新高达粉，而这部分粉丝与老 UC 粉还有一定的冲突。至于这其中的原因嘛，大家懂的都懂啊，我这里就不赘述了。UP 身为看平成3部曲入坑的人表示，炒得真精彩，爱看，简直是勃勃生机万物警发的境界啊！作为由0079绘图转生而来的高达 C 的，在效仿了一定 UC 的设定同时呢，加入了不少偶像剧的成分，而男主吉拉也是延续了一定阿姆罗的设定，同时呢加大了其对感情线的描写。阿姆罗在中国一般被亲切的称为骡子，而吉拉呢则一般亲切的被称为鸡。你看看这俩人啊，首先都是家亲家处。阿姆罗他爸是研究机器人的博士，甚至是走火入魔那种，而吉拉的父亲呢则是研究基因学的博士，也是走火入魔的那种。阿姆罗和吉拉俩人呢，一开始都是理工科学生，在一场意外中捡到了一台机器人，并根据其操作系统将其命名为高达。也就是说啊，两个宇宙中高达名字的由来都是由两个学生驾驶员定义的。而感情戏方面，俩人则是走向了两个方向。吉拉的感情戏啊，大多数都涉及三角恋，比如说跟发小的未婚妻啊，比如说跟好友的未婚妻啊，比如跟与发小坦诚相待过的妹妹啊。卡加利这里啊，很多人老说啊，他与吉拉是兄妹来电，官方都说了没有暧昧，这个我不管啊，反正我看下来剧里边前期就是明显暧昧关系的。吉拉那边乍一看啊挺乱套，可阿姆罗这边就清静了吗？拉倒吧，只能说风景这边更好啊。阿姆罗这人啊，除了曾经对一些大姐姐脸红心跳过，很少对同龄少女啊有表现出那种真心的喜爱，更多的呢是关心照顾。富野导演在描写男女感情关系时吧，又有点抽象。像最终的阿姆罗啊，为啥突然就跟贝托蒂家亲上了？当时呢可是给我看的一愣一愣的。再加上阿姆罗在被联邦软禁期间，联邦那边呢又送来不少美少女来借种 ，UC 宇宙种马这头衔啊，这辈子算是摘不下来了。毕竟在富野眼里啊，战争剧的男主只爱一个女人，这是不合理的。咱们接着说阿姆罗和吉拉啊，俩人一个是高等级新人类，一个是超级调整者，从能力上来说呢，都是人上人的存在。不同的是，阿姆罗前期基本上都是依赖高达的性能，他也多次坦言啊，高达的 AI 学习能力太强了，我是被带飞的。后期随着阿姆罗技术慢慢的提升 ，RX78呀才渐渐跟不上他的反应的。而吉拉呢，则是相反，除了早期有一段时间浑浑噩噩的，不知道自己要为啥参战，实力呢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后边弗雷稍微给吉拉一点小奖励，让他学会了爆种以后，感觉就完全是吉拉在带着强袭飞了。这是俩人在早期战斗能力上表现的差异，这其实不奇怪啊，毕竟新人类与调整者是有着本质的差距的。新人类是人类到宇宙中后一点一点自然觉醒出来的能力，也就是说啊，是一种自然进化。而调整者则是在胚胎阶段就通过基因调整的手段把能力值啊直接拉满。也就是说呢，一个是靠变异，一个是靠科技。所以相对来说啊，阿姆罗的战场表现更多的呢是自己觉醒出来能力加上自己努力得来的，而吉拉这边呢则是天生神力，在一些情绪的诱导下会将这些神力发挥出来。那么二者有什么不同呢？区别就在于作战方式。由于吉拉天赋异禀，与 C 的宇宙中普通机师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再加上自由高达出力也是远超一般机体，所以自打吉拉上了自由高达以后，每次上战场都像在无双割草，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呢，实际上就缺一块少一块了。而吉拉后期呢又是大爱无疆主义，从不打驾驶舱，所以这个作战方式一旦被人钻空子，就容易大意失荆州。说白了就是太游刃有余了，遇到玩阴的就容易吃瘪。而且啊，吉拉后期其实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对自己的实力啊过于自信了，面对所有难缠的对手时呢，都是正面突破，就是要用技术打赢对面，甚至呢面对曾经戳中过自己的敌人，都会手下留情，朝着对面的 VPS 装甲打实弹，以表谦让。这一点呢，其实在新剧场版中啊有体现。吉拉在破防以后呢，跟那抱怨啊，你们太弱了啊，一切都是他扛下来的，一切都是靠他实力摆平的。然后呢，就被阿斯兰修正了，不是？战场上的骄兵啊，真的是大忌。而阿姆罗这边是什么情况呢？虽然前期呢是靠机体性能优势碾压过来的，但自打老虎、大魔这类可以针对高达的机体出现，以及像勇士这样能与高达平分秋色的机体登场，没有换机待遇的阿姆罗啊，那真的是靠自己的战斗经验和灵活的战术思路活下来的。
到了后期，面对那些搭载了赛克缪系统的敌人时呢，元祖更是时刻都处于劣势的一方，所以阿姆罗的战场行为与吉拉是完全相反。吉拉是能放过就放过，除非对面嘴实在是太脏了。而阿姆罗呢，则是能一枪击毙敌人，就绝不用两枪。要么2H78怎么会被吉翁士兵称之为白色恶魔呢？战场上看到阿姆罗呢，真的是肝颤呀。而阿姆罗的战术也是突出一个脏，各种丢装备骗锁，各种情报干扰，各种背地里打银枪，就连最稳定、最成功的强化人，在面对阿姆罗时呢，也就只能扔下一句就升天了。其实呢，在真正的战争中啊，没有什么脏不脏的，能最高效、最低风险的干掉敌人，就是最成功的战术。这一点，身为老兵的阿姆罗啊，可以说是演绎的非常到位了。这也正中了吉拉的软肋。只要双方机体性能差不多，阿姆罗的那几个阴人小妙招啊一耍，吉拉真的可能还没反应过来啊，就被初见杀了。毕竟当初飞鸟在雷的帮助下，稍微阴了那么几下，吉拉就吃瘪了。那更别提阿姆罗这个老阴逼了。当然了，这里说的啊，也是 C 的 D 中的吉拉。剧场版中被修正后的吉拉，应该是有一定改正自己轻敌的问题的，只不过改了多少，剧场版也没有体现，所以更多参考的啊还是 C 的 D 中的吉拉。那阿姆罗确实啊是有一些优势的，不知大家是否认同这一观点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吉拉的实力强于克鲁泽吗？大家对调整者啊可能有些误会。提到高达 C 的中最强驾驶员，有人可能会说是受过专业战斗训练，战场上认真起来就从没输过的阿斯兰，有人可能会提一嘴曾经官方口中的最强战士真飞鸟，也有人会自然而然的想到最强调整者吉拉。但无论如何啊，至少得是个调整者，毕竟在剧中调整者的表现确实比自然人强太多。可以说调整者是保证了自己的下限，而自然人的下限却深不见底。可反过来说，自然人的上限会比调整者差很多吗？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找好参照物。最强调整者自然不用说，肯定是吉拉了，毕竟是官方亲口说的。之所以在战斗表现上好像认真的阿斯兰会更强一些，其实呢也跟后天因素有关。吉拉虽然是最强调整者，但只能说啊是底子好。至于他本人呢，就是个懒癌。之所以能在战场上大杀四方，不过是靠着超高的天赋罢了。而阿斯兰呢，虽然天赋可能差了点，但人家是正儿八经军校里出来的，还是早期含金量最高的那批军校毕业生。再加上入队以后是跟着当时的 MS 战专家克队混的，一战结束后呢，又成了奥部首相的保镖。MS 驾驶技术深造肯定是不能少的。对比那边由 MA 王牌驾驶员木叔带出来的吉拉，第一季结束后又 PTSD 了，更不会去专门深造训练。这一来一回的差距啊，可以说是相当大了。但就算后天努力上差距这么大，吉拉在战场上也依然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可见这基因底子得有多好了。那么最强自然人应该是谁呢？木叔显然不太行，因为木叔在木爹眼里啊就是一个盖版的自己，而木爹本身呢又是家族世世代代坚持搞优生学的最高作品，再结合官方在设定集中给予他的描述，将其视为最强自然人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最强调整者与最强自然人的差别到底在哪儿了。什么是调整者？简单来说啊，就是在胚胎阶段给基因动了手脚的，就是调整者。有的人可能是调整了外貌，就会被称为是调整者；有的人可能是调整了艺术细胞，也是调整者；甚至有的人只是调整了口头禅，咱也得叫他调整者。而在基因调整时，比如说啊，想要成龙那样的鼻子 ，C 的宇宙的科学家是无法通过完全自制基因的方式来做出这个鼻子的，而是找到会影响鼻子外观性状的基因，将它调整成和成龙一样的基因。也就是说啊，所有调整者的基因都是有自然人基因做参照。再举个例子啊，你想要一个爱因斯坦般聪明的大脑，科学家只能照着爱因斯坦大脑相关的基因进行调整。而你如果提出想要比爱因斯坦的智商高0.2887的基因，科学家就只能怀疑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吧？调整者之所以会比大多数自然人要强，就是因为他们把一些自然人中优秀的基因量产化了。不说每个人都是爱因斯坦吧，估计调整成爱因斯坦啊花费也比较高，就是每个人照着院士的标准来调整，那平均水平对比自然人啊也是碾压了。而这种照着优秀基因批量生产的操作，也可能是导致调整者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毕竟基因越来越单一了。这里有人好奇啊，调整者与调整者生育率低，那跟自然人生孩子不就好了？但从动画里的设定来说，调整者与自然人结合生下来的孩子只会继承一半调整者的基因，这一半的基因再跟自然人结合的话就再减半，到最后调整者等于是被自然人同化了。所以 C 的宇宙的调整者和自然人其实已经相当于是两个种族了，他们的矛盾是远超 UC 宇宙的 OT 与 NT 之间的矛盾的。这个问题啊，以后我们会做视频单说。那么吉拉这个最强调整者啊，大家可以理解为是集合了爱因斯坦的智商
量、比尔盖茨的商业头脑、博尔特的运动细胞、李宁的身体协调性等等所创造出来的最强调整者，简称缝合怪啊。这时候木爹就会出来说一句：嘿，这不巧了吗？他家祖祖辈辈也是到处借种，把这些优秀基因最终遗传到自己身上，才有了他这个最强自然人。若要说吉拉比木爹强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些对疾病的免疫了。而且更重要的是， C 的宇宙中几乎所有高级空间认知能力都是出自木爹他们家的。从这一点来说啊，吉拉也算是沾了木爹的光了。毕竟种种迹象表明，吉拉他爹在帮助木爹造克鲁泽时，把自己的孩子一部分的基因照着木爹的样子调整了。所以说啊，完全复制了木爹基因的克队，其实从基因学角度来说，至少是不输吉拉的。实际上在剧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之所以会战败，主要还是因为木爹的基因老化问题。 C 的宇宙由于无法解决克隆体端粒过短的问题，导致克鲁泽年纪轻轻就有了和60、70岁木爹相等的身体，只能靠药物来维持。那等于是吉拉欺负一个70多岁的老同志啊！换全盛时期的木爹来，那谁输谁赢还真不一定了。至于第2季的雷，虽然基因也与木爹相同，怎奈啊是在议长培育下成长的，心智不健全，思维不开阔。吉拉好歹是见过科队嘴炮水平的人， 欺负一个黄口小人啊，还是轻轻松松的，所以雷也很难体现出木爹真正的实力。最强自然人与最强调整者的胜负，很可惜啊，只能做留白处理了。不知大家会觉得谁更强呢？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